最近，香港楼市一路走低，美国疯狂加息已经让按揭业主叫苦不已，而新盘大幅降价，更是让发展商以及业主大叫救命。看着手中资产日益缩水，楼市交易的信心也降至低谷。房地产中介们从年初憧憬通关，加上息口见顶，预计楼价全年会涨10%。然而，在残酷的现实打压下，最新的预期普遍改成了全年楼价会轻微下跌。然而，在这绝境中，最近有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上周财政司司长波叔暗示，在10月25日发布的施政报告当中，有对楼市撤辣的可能性。撤辣的意思就是政府过去几年针对火爆楼市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措施有可能撤销。对此，各路地产中介犹如抓到救命稻草，花样憧憬又卷土重来。这里帮各位观众总结一下，目前对楼市撤辣都有哪些可能性？第一种憧憬是降低买家印花税以及从价印花税。目前非永久性居民购买香港住宅物业需要缴交楼价的30%作为买家印花税以及从价印花税。中介们的如意算盘是，假如撤销了这两个针对非本地人买房的辣税后，就会有无数内地买家蜂拥而至，在香港疯狂买房，带领香港楼市雄风再起。老实讲，虽然中介天生爱憧憬，但降低这两个税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毕竟我们特首经常呼吁港人融入大湾区，参与国家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与内地共荣是顺应大方向，怎么可以对内地买家如此区别对待？所以对非永居买房者降低或撤销这两个辣税，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举措，发生的可能性是不低的。但有观众可能要问了，撤销之后真的会有很多内地人跑来买楼吗？依我看啊，还是不要抱特别大的希望。现在内地对资金出境的管制越来越严，香港买楼要那么多钱，动辄几百上千万的，这钱要搬出来也不容易。其次，如果真的铁了心想跑的人，香港也未必是一个最吸引的目的地。所以啊，中介们还是别总幻想内地韭菜能有多大能耐，能逆转地产熊市了。其次，市场还憧憬降低双倍印花税。对于在香港已经拥有住宅物业的人，现在如果要再次购买住宅，则要支付15%的双倍印花税。中介们憧憬，假如政府撤销双倍印花税的话，就会有很多想买第二套房的人涌入市场，在香港疯狂买房，到时候香港楼市想不火都难。对于中介们关于双倍印花税的憧憬，目前看起来降低或者取消的概率也不是没有。但是考虑到这个武器威力巨大，而目前楼价只是从高位轻微回调个10%到20%而已，这种幅度对于泡沫严重的香港房价来说，其实再合理不过。所以估摸着今年施政报告应该不会那么早就把撤销 DSD 掏出来。不过假如到了明年2024年，楼价进一步下跌个10%到20%，导致负资产明显增多，危害到了银行系统，那么港府是有可能把这个税降低的。大家都知道香港人有钱，虽然很多中产跟达官贵人在股市、债市跟楼市里面输了不少钱，但不妨碍香港家庭底子厚，而买第二套房子的需求的确是普遍存在的，这个跟国内支持的改善型需求比较类似，所以未来在 DSD 上面做出放松也是合理的。再者，市场还憧憬降低特别印花税。特别印花税是为了抑制短期投机行为而设立的税项。如果物业在业主购买后短期内出售，则需要支付额外10%到20%的税。中介们的算盘是，假如撤销了特别印花税，就会有很多楼市炒家凭空出现，在香港疯狂买房，就能为香港楼市火上浇油。对于这种憧憬，我满脸都是疑惑，怎么会有人敢明目张胆瞎憧憬这个啊？先不说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调下，放松针对炒房的措施，会不会有政治站位的问题？
如果真的放松了对炒房征税的税率，第一反应不是过去2年高位接盘的投资客不都冲出来抛售吗？那时候二手楼市不是反而会迎来一波夺命逃跑的抛售潮？最后还有人憧憬买楼给户口，重启投资移民计划。这个想法是目前为止最异想天开的了。虽然2000年代香港曾流行房地产投资移民，但随着房价高企，房地产资产已被排除在合格资产之外，此路不通已经很多年了。再者，年初波叔在重启投资移民计划时，也特意说明投资物业仍不包括在内。买楼给户口这件事的可能性，在老李的任上，根本就是一件可能性为零的事情。看到这里，大家怎么评论这些潜在的撤辣措施呢？你们觉得政府会采取哪种措施撤辣呢？这些措施能让香港楼市回光返照吗？目前的楼市，买家普遍缺的不是钱，而是对未来的信心，包括对未来降息的信心，对香港未来经济的信心。假若打仗时，香港会不会挨炸弹的信心？假若收复台湾、香港还是不是特区的信心？你说现在要撤辣的话，能给买家增强什么信心吗？有多少人会因为少了税，就愿意用大半辈子的积蓄，在目前这个糟糕的市场环境下去买房吗？既然撤辣不能解决问题，那其实倒不如不撤，给大家留个幻想，这样市场就能一直觉得楼价跌是因为还没撤辣。但如果政府把这些辣一下子全撤了，楼市还没有起色，那你想想，这对楼市的信心会有多大的打击啊？对于楼市撤辣，观众朋友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本期视频就到这了，如果观众老爷们喜欢，记得点关注哦。